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从准正宫变成一个彻底出局的局外人。既然如此，我就带着全公司摆烂了。霸总缺资金，让我去找风投，我摆烂了。公司资金断裂，霸总缺新品，技术总监摆烂了。大客户退单，霸总缺人才，人事总监摆烂了。人才都被对家挖走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公司上市当天，我盛装出席，等着总裁叫我一起上台敲锣。鲜花组和气氛组也各自就位。万众瞩目的时刻终于到来，总裁顾明义朝台下伸手，我款款起身。顾明义却叫了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我僵在原地。她谁呀？我都替她尴尬。她那么漂亮，却那么不要脸，人家分明没叫她，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吧？是她呀，听说她只是一个小秘书，平常就没少拿自己当老板娘。瞅瞅，上台的那位才是真正的老板娘。我指甲深陷肉里，紧盯台上。两人一个身着蓝色礼裙，一个系了蓝色领带，看向彼此的眼神仿佛拉了丝。他们双手交握，共同敲响了上市的锣鼓。小助理扯我裙子，我慢慢坐下。顾明义朝气氛组使了个眼色，气氛组犹豫地看向我，却最终迫于顾明义的威压，拉动彩带，台上热闹十足。小助理手上的玫瑰花也被强行抢过去，献给那个女人。好，非常好，我呕心沥血了3年，居然被人摘了桃子。典礼结束，公司所有人一起参加庆功宴。熟悉的同事看到顾明义怀中的女人，个个瞪大了眼睛。3年来，我和顾明义形影不离，他们早默认我是未来的总裁夫人。从哪冒出来的阿猫阿狗居然取代了我的位子，他们的目光太明显。顾明义和那个女人共同的朋友们看不下去了。哎，你们什么眼神啊？我们家偏偏可是顾哥的白月光，他们很早就约定好，如果27岁都没结婚，就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很般配。所有同事面上浮现尴尬。我隔着人群与顾明义遥遥相望，等他一个解释。后者举杯，婉婉，谢谢你3年的支持。我还是那句话，公司永远有你一份。陆翩翩跟着举杯，谢谢江小姐把明义照顾得那么好。我和顾明义是一个导师手下的师兄妹，他早出去创业，小有所成，便向我伸来橄榄枝，让我跟着他干，承诺以后公司有我一份。读研3年，我与他关系不错，对他有好感，便毫不犹豫退掉大厂给的 offer， 加入工作室。3年，他对我的特别已经成了所有同事眼里的心照不宣。他无数次暗示我，只要公司上市，我们就彻底绑定，共赴幸福生活。我还是太低估了白月光的杀伤力，人没了，钱还是得要。我也举杯，顾总客气了，不如谈谈新合同。公司已上市，当初的承诺也该落在纸面了。今天开心，不谈工作。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找我，共处3年。顾明义的铁血手腕每一次都让我惊叹，包括这一次。他居然只给我1%的股份，我把公司当成自己的来做，找投资时万分周旋，就是为了保留经营权和更多的股权。那么努力，人财两空啊！我悠悠起身，笑得灿烂。顾总，你确定吗？当然，公司还会增长的，这1%不少了。还没成为有名有姓的资本家，就把剥削学了个彻底。行，那我摆烂吧，让顾明义清楚公司到底少了谁不行。合同我没签，说要回去考虑一下。顾明义也不在意，
拨了个电话出去，去关门瞬间，我还能听到他温柔的一句：“晚上下班去接你。”可真温柔。回到我的小办公室，小助理立马凑过来，将他调查到的资料给我。那个女人叫陈翩翩，和顾明义是高中同学，一个校花，一个校草，十分登对。但高中时期的顾明义是一个清贫校草，拿着学校的奖学金、助学金，也只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盛满无数女生幻想的身影都是单薄的。如此，两人可以是同学，也可以是知己，唯独不能恋人。因为顾明义的自尊不允许自己在不能许诺心上人一个美好的未来时开口告白。高中毕业，陈翩翩出国留学，止于一片月光，洒落心间，不可说，却成为每晚鞭策自己进步的那抹柔光。时过境迁，白月光出国并不顺利，染上一点阴霾，而顾明义成为抹去阴霾的摘月人。我看得牙疼，心也有点酸，小助理也掉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就是什么老子的白月光的杀伤力。我听小李说，他们很快要订婚了。婉婉姐，你真不做点什么？不急，我慢悠悠地整理材料，约了公司的另一位副总盛渊一起吃晚饭。盛渊也是我和顾明义的同学，他是工作室做起来的第3个月加入公司的。他没读研，早早出去工作，最巅峰时年薪80万，算是他们那一届混得最好的。刚崭露头角，就碍了老员工的眼，经过几轮对弈，一不小心踩了人家部下的坑，让公司损失好几百万。盛渊六神无主时，老员工又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人脉彻底摆平。他感激不已，对着老员工千恩万谢。后来便处处矮人家一头，成果都被占了好几个。我刚好在那个公司有些人脉，无意中得知这件事，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告诉盛渊。盛渊年轻气盛，哪里忍得了，以硬碰硬的姿态揭发此事。可惜最终还是败了。失败那晚，盛渊拉着我和顾明义在街头买醉，一瓶酒，一生他不懂我的心，颇有世界只剩我一人的孤寂。我实在不忍心，劝他莫欺少年穷，大不了跟着我们干，自己当老板。盛渊呆了呆，一口闷，就这么加入我们。我的邀约发出去不久，盛渊便同意了。还是那个街头，早已物是人非。盛渊不好意思地猛喝一口：“婉婉，他。”我和他虽是老乡，但真不知道有陈翩翩这号人。我勉强笑了笑，感情的事谁能说得准？不谈这个。明义，他没辜负你吧？盛渊脸色一僵，喃喃无声。顾明义不傻，和我闹了那么一出，肯定会对我有防备。他下手比我想象中要早，我故作失落。看来他没对你食言。他也给了我股权书，1%的股份。什么？他只给了你1%？工作室刚成立时，你又投钱又出人，还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我都有。意思是不比我少。好样的！我掐了一把大腿，眼泪说来就来。他没亏待你就好，我就怕他因为我的缘故冷落我带进来的人，那样我怎么跟人家交代？盛渊如鲠在喉，也为我难过。我与他的交情不错，但人生在世，哪里只有交情2字？他即便为了利益不到像我也能理解。估计其他没跟我有关联的人，或多或少都得到好处了。成长的霸总不好对付了。我经营公司多年，能伸能屈，当即就表演了一个白莲花，不哭诉顾明义的变心。毕竟似是而非的事，谁能说得准？只哭诉爱情不在，友谊都不能长存。我自己如何，
并不在意，只怕与我交好的其他人被排挤云云。盛渊大概想说不会被排挤的，可合同书上那1%的股份就是明晃晃的证据。我哭了一阵，见好就收。盛渊连忙送我回去。巧的是，在我家楼下，我们遇见了顾明义和陈翩翩。陈翩翩一见我们，脸色大变，一看就是脑补出不好的东西。我小声嘀咕：“要不，盛渊，你离我远点吧。”一句话激起盛渊的逆反心理，坚持送我回去。电梯门关上之前，我看见陈翩翩似乎和顾明义说了什么，有趣喽。估计是忌惮我在公司的影响力和想要上位的急切心理，不怎么喜欢出现在人前的顾明义居然配合陈翩翩营销他们俩的恋情，终遇白月光。那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全网都在讨论白月光的杀伤力，什么白月光一哭现任就输，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他只要冲我一笑，我能把命给他。只要玩短视频就会刷到。小助理可怜兮兮道：“婉婉姐，抖音是不是监控我们了？知道我们输给白月光了？”我默默一刷，大数据给我推送，井号我就不一样了。我终于得到我的白月光，一看照片，是顾明义与陈翩翩，宽大的学生服穿在他们身上，像是偶像剧里的海报，配上奔跑的视频，娓娓道来的解说。它是天上的月，是无法企及的光。我追过99步，却败给时间，败给距离。我曾以为再无希望，却最终在遇见。隔着人群，两人遥遥相望，一眼万年。我又心痛，又生气，更恶心。扣下手机，又翻回来。不行，我得看他们能吹到什么程度。接下来就是顾明义为了靠近白月光的奋斗史，配上合适的 BGM， 真是可歌可泣的唯美爱情。最后是他们即将订婚的消息，几乎得到了全网的祝福。小助理小心翼翼地盯着我，怕我爆炸。我冷笑，发现恶心感多于难过。也对，我又不自虐，公司才上市，他们也不怕真相揭开被反噬。小助理分析，估计是他们想先下手为强，两人绑定，彻底把你踢出局。仔细想想，还真是。得，我记着，早晚报复回去。如我所料，和我关系好的人在公司都遭受到一定的排挤，公司的气氛越发紧张。和我关系好的人凑在我办公室，问我该怎么办。我二话不说，叫人推出刚买的电动麻将桌，摆烂吧，来几局。你还真不担心啊？担心有用吗？也是，麻将搓起，一边打一边聊。从他们口中得知，顾明义是真的狠，居然让他们手下的人接手他们的业务。说得好听点，叫分担。当谁不知道他打的主意？碰碰碰，小张还是我一手带起来的，还好当初留了一手，要不我现在就出局了。我盈盈一笑，那就是了吗？我们有自己的本钱，如今先看看热闹。我们几人对视一眼，默契的继续。各自手下的人来汇报工作，我们都心不在焉，不签字，不配合，看他能怎么样。顾明义非但不生气，还让我们好好玩，企图从我们手中瓜分掉更多的权利。分呗，一时半会碰不到底线。于是公司其他人焦头烂额的加班，我们准时打卡下班。他们抓耳挠腮的开会，我们喝着下午茶。他们为新品争论不休，我们互发链接，砍一刀。不缺那个钱，就是玩儿。兴致来了，还发公司群，让其他人帮忙点。以前不想公权私用，现在公权都快保不住了，无所畏惧。主位上的顾明义额头冒青筋，问我的意思。我抽水晶的动作一顿，啊，项目不是我负责呀，你要骂人，
不能骂我吧？顾明义呼吸一滞，整个会议室也为之一惊，不为别的，只因我过去非常负责，几乎每一件新品都会去跟一遍遍地确认更新换代的必要性，也会控制更新的频率，不懂的东西也会熬几个通宵，努力弄懂个大概。新品出来，顾明义不满意，我也会挺身而出，一己扛下所有。我经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换来一句婉婉姐你真好，现在关我啥事？顾明义一口气不上不下，怒火甩向其他人，被骂的人灰头土脸，看向我的眼神都多了几分热切。果不其然，会议结束后不久，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纷纷找上门来，求我帮忙看看项目。我忙着让小助理帮我做美甲，冲他们挥挥手，不了，你们也该成长了，自己的事自己负责。可我们谁都没您不了解顾总呀。我挑眉，那你们可说错了，更了解顾总的应该是那位陈小姐吧？不如你们去问问她。所有人一脸菜色，谁不知道顾明义不厚道，当初吊着我，如今公司上市，我不仅没当成总裁夫人，也没有自己的股份，就连如今副总的名头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他们灰溜溜地退出去，小助理呸了一口，一个个的，他们当初不知道你的好，现在晚了。我摊手，他们呢？做事还是不够老练。顾明义算个屁呀，市场才是最重要的。每年我都会带着人一起做市场调研，做了那么多年，他们何尝不知道市场是最重要的，只是他们没勇气直面顾明义。尤其是在如今的情况下，我人脉广，不多时就收到消息，还真有人去问陈翩翩了，可他是外行人，挑了个最差的方案，那人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吞下苦果。技术总监、人事总监悄悄摸进来，人事总监担忧道：婉婉，我们什么时候发起总攻？虽说我们有自己的本事，但再这样下去，资源一定会被瓜分的。职场上还真没谁代替不了谁。我举起做好的美甲，让他们欣赏。好看吗？绿色，爱是一道光，绿的你发慌吗？我翻白眼，不是那个绿，是另一个绿，等着吧，顾明义会来求我的。当天收盘，公司的股票一片绿，第二天开盘，直接绿成一道光了。忙着订婚事宜的顾明义匆匆赶回公司，看我在玩第五人格，他眉头紧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玩？我斜他一眼，公司又不是我的，干嘛劳心劳力？咋了？公司股票大跌，有涨就有跌啊！顾明义气得不轻，几个深呼吸才平复。他宣布开会找原因。我带着笔记本去开会，路过拐角，财务总监竖起一个大拇指，估计他反应过来了。我勾勾嘴角，早晚的事，新公司上市，股票都会经历一轮涨幅，到了一定阶段总会跌，但公司涨得少，跌得不少。昨天5%，今天直接跌停，容易影响散户们。顾明义急得嘴角起泡，什么原因？其他人面面相觑，都不说话。顾明义又点我，江婉婉，你说说怎么回事？正常现象呗。股民喜欢打新，到了一定时间段都会卖出，正常操作罢了。所谓打新，就是股民们趁着股票还未上市，经过证券公司用抽签的方式获得股票的购买资格，等一上市，股票就会涨价，稳赚不赔。好多老股民专门蹲这个，市面上还有不少有关如何打新的培训课。这部分人不是看好公司，是看上利益。新股也不是无限涨，股民们也会根据以前的规律，到一定时期便会卖。
所以股价必然因为他们的卖出有波动。只因为如此，顾明义不信。我耸耸肩，不作答。当然不止如此，一般上市后的业绩表现直接影响后续的资本投资。我为了后续更好的拉投资，也联系了一些相熟的人，入手一些股份。当初只是为了给顾明义一点惊喜，如今倒成了我的退路。我与顾明义不和，他们和与他们有关的机构察觉不对，也大批量出手，股价能不跌吗？还有一点，几个月前，行业内传出一点丑闻，导致公众对人工智能有所怀疑。3个因素相加，股价变跌得厉害。讨论来讨论去，原因也找出来了，解决方法也只有一条，想办法拉到更大的投资。顾明义看向我，江副总，你有没有？我摇头，没有。顾明义总是含情脉脉的桃花眼变得有些忧郁，他支开其他人，像几年前一样，有些低声下气道：婉婉，我知道你生气，可几年前的顾明义没现在的气势，一身意气风发，有着莫欺少年穷的倔强。我很少见他低头，他一低头就让人忍不住心软，把所有献上。他让我跟着他一起创业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外头下着小雨。他看我穿着单薄，把外套给我，突然就开口了。顾明义的眉宇间带着对未来的忧虑，眼底却是笃定他能做到，有些哀求，如出生的小狗，带着一点脆弱。我眨眨眼，这一幕与当初的那一幕重叠，又散开，再相似，还是不一样了。顾总，是你不讲情面，不是我。顾明义咬牙，好，你不帮，我就找人干，别以为公司没了你不行。他转头去找财务总监，财务总监是他亲自挖过来的人，平时在公司跟我的联系也少。顾明义对此乐见其成，他甚至和我说，财务总监喜欢独来独往，让我少打扰。当时我还觉得轻松，不用自己一个个挖人。现在想想，他是在防我呀，但我也不是毫无准备，拭目以待吧。顾明义打错算盘，财务总监虽有人脉，却少和投资商接触，几次尝试都不得其法。我本来以为顾明义会请业内大拿，不料他兜兜转转，竟然找上了他的白月光。陈偏偏在国外学的是金融，这一行特别吃人脉，国外的月亮看着圆，这永远抵不过当地人的排外。他在国外接触不到核心才回来的，国内嘛，他家那个小公司如今都没上市，即便他在投行任职，又能拉来什么投资呢？我生怕轻视他，出了什么纰漏，找人打听。别的不说，陈偏偏的消息倒挺灵通。他进入公司，笑意中带着挑衅：江小姐，是怕我彻底顶替你的位子吗？我淡笑不语，还真不是。和他较劲，我怕拉低我档次。陈偏偏却看成我敢做不敢当，笑得更欢。我会向你证明，我才是最适合顾明义的那个。行，我等着。我像一个恶毒女配一样挑衅，你别说大话，咬了自己的舌头。陈偏偏经不起激，立即拆穿。新股发行，机构也会买的业内潜规则，顾明义不知，他没蒙古里，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陈偏偏拧眉，拿不定我是否做了手脚。他思虑半天，你等着瞧，等着就等着呗。投资不好啦，尤其是国内的投资，就喜欢在酒桌上谈。陈偏偏吃不消，喊了几个人帮忙，几个人不怎么配合，他更加不顺。顾明义又眼巴巴的来找我，婉婉，你能不能不要？公司也是你的。我叹气，哪里是我的？我不就是拿点工资吗？顾明义噎住，拿工作威胁我手底下的几个人，但他们和我一样摆烂。以前
我们以为公司不会辜负我们，往死里干。投资方让喝酒，我们就不要命的喝，虽没喝到胃出血，但也上了几次医院。公司上市，顾明义为了防我，不仅没给我当初承诺的股份，连我部门的人都没有涨过工资。谁还干？说不准哪天顾明义就把我们踹了。顾明义拿我没办法，急匆匆赶去和投资方吃饭。爱和不爱真有区别。我以前除了一开始实在没人，他才会陪我去，其余哪次陪我了？小助理替我委屈，姐，他也太欺负人了。我大手一挥，同事们，我们去吃饭，我请客，地点毋庸置疑，就是顾明义谈合作的那家店。服务员迎上来，给我安排在隔壁包间。我们特意敞开大门，时不时就往隔壁瞧一眼。不出半小时，陈偏偏眼圈红红的出来，小助理扑哧一笑，被占便宜了吧？话音刚落，隔壁就闹起来了。嚯，一打听，还真是投资商不老实，趁着酒醉，口头花花，还摸了陈偏偏的腿。陈偏偏哪能受得了这委屈，直接跑了。等了近10年，才等来自己白月光的顾明义也忍不了，冲动之下给了投资商一啤酒瓶。我听得眼睛发光，我本以为只能看到顾明义喝到吐的狼狈模样，现在好了，活脱脱一场大戏。我想了想，拨打报警电话。警察到了以后，包厢彻底平息。顾明义眼睛有些红，江婉婉，你故意的吗？盯着破碎的啤酒瓶，我差点没笑出声。我故意，我是想救你，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抡了人家一啤酒瓶，还能毫发无损地离开？真不是我夸大其词，像这类的事情只多不少。喝了酒的人又有多少理智？刚刚投资商的几个人都压着他打，让他道歉。他那个白月光只会哭，还会干嘛？鼻青脸肿，顾明义哑着声音道：“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陈偏偏则在他身旁表演伤在你身，痛在我心。”警察都笑了。嚯，大妹子，你赶紧带他上药，我们还要去录口供呢。啊，是他们先，他们说是你们先动的手，我懒得理他们，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地离开。那晚的事情撕开原本的平和，顾明义不傻，很快着手挖了一群人，主管投资，领头人便是陈偏偏，他摇身一变也成了副总。我被气笑了，打电话给我爸江教授，撒了几次娇，他和他的学生们帮我宣传顾明义的忘恩负义，做人不狠，地位不稳，可做人太狠，谁不怕他过河拆桥？有他不记恩在前，资本贪婪的本性毫不掩饰，答应投资的都要股权、经营权，顾明义哪肯，就一直僵着。那晚商人被带走的消息一传，股价波动得更厉害了。又是一次会议，陈偏偏眼含恨意：“是你散播出去的，不用我开口。”小助理便冷嘲热讽：“哎呦，哪需要我们传？现在谁没有手机呀？一拍就是了。”顾明义满眼失望：“婉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关爱智障，听不懂人话，路人传的。本来吧，人家也不认识你。可你不是急着营销中域白月光，抖音、快手上全是你俩的照片，想不认识都难。股价本来就是波动期，你就不能忍忍？”顾明义不占理，又沉默了。陈偏偏看上去更恨我了。哎，还不是自己蠢。我原本想提醒他们找个公关，好好澄清澄清自己进派出所的理由，但看他俩这样，还是算了。我继续号召人打麻将，玩得不亦乐乎，摆烂可真爽。陈偏偏还真不是一无是处，他找到了投资商，只是投资商要求参股30%，不参与经营，之前分出去的股份
已占20%，上市股权20%，再要30%。顾明义几乎被架空。顾明义不甘心，问我有没有办法。没有。我看了一眼盛渊，股权再被稀释，还不如卖了。盛渊眼神闪了闪，投出不同意的票。顾明义也没给他多少股份，如果给投资商，盛渊的股份很可能被回购，他才不愿意。有我这个倒霉蛋在前，他可不敢信任顾明义。陈偏偏不信，你肯定有办法，你爸妈人脉那么广。婉婉，是我不对，可感情真的没办法控制。明义在见到我之前，一定想过跟你在一起一辈子。得，内涵我是顾明义的退而求其次，他全家的将就，顾明义也配。我往后一靠，没错，我有办法。三人看我的眼神都亮了。陈偏偏开心，又有些担忧。我什么都能给你，除了……视线望向顾明义，拜托，我没有那么念念不忘。我的条件是20%的股份，拿了我应得的，我自然就积极了。顾明义与陈偏偏不太愿意，我也不急，去了天台。果然，陈偏偏偷偷溜过来找我。我要是你啊，我就不会过来。顾明义又不是没有嘴，他放不下的自尊，就让你放下吗？还有，你记住一个男人的好时，别忘了他的狠。我帮他3年，从一无所有陪他登上巅峰，到了如今，他连钱都不给我。万一有一天他不爱你了，他又怎么对你？陈偏偏眼神复杂，你在挑拨离间？不是，作为女人对女人的善意提醒。女人为男人扯头花，真的很没意思。陈偏偏待在原地，我正常上下班，他不笨，但不一定能听得进去。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陈偏偏居然说服家里拿钱出来，想要用钱补偿我。聪明啊，他拿了钱，顺势提出要股份，又得了我的帮忙，一举两得。当初你拿了10万出来创业，现在还你100万，3年翻100倍，听着划算。但公司市值不止那么点，我不干。顾明义又一副嫌我满身铜锈味的模样。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有点蠢呢？也不是，以前他的优点是会技术，知人善用。他刚开始挖到的人都很优秀，但任由我大包大揽久了，他就习惯了，也飘了。我笑呵呵道：2000万，否则免谈。2000万，你抢钱呢？要不然就给我20%的股份。两人气得冒烟，又拿我没办法。我当着他们的面啃起鸭脖，好吃。为了维持我精英白领的形象，3年没吃了，真是虚度3年。咔嚓咔嚓，我越吃越香，他们越看越气。陈偏偏衡量了许久，说：“我们没那么多钱，可以拿股份抵。”陈偏偏精明，偷梁换柱，拿了他们家公司的股份抵，足足35%。他们家公司虽然没上市，但利润也不差，传统行业包装也有前途。我嘴上没答应，又要了自家公司的5%和1000万，才算松口。不出3天，投资就上门了，也要了股份，但比陈偏偏拉来的好得多。股价渐渐回暖，顾明义刚松口气，盛渊那头又闹了幺蛾子，新品出现问题。怎么会这样？顾明义焦头烂额，抛下试婚纱的陈偏偏赶了回来。盛渊无奈，软件方面没问题，是芯片不行。公司主打智能家居，兼顾人工智能，推出了好几款电器，效果都不错。但几年前，国内就受到封锁，买不到外国芯片，只能用国内的。我们用的芯片，正是我爸门下的一个学生研究的，他自己开的公司，与我们有合作。以前看在我爸的面上，最好的芯片优先让我们用。如今
顾明义都欺负恩师女儿，谁理他？陈偏偏哭唧唧，你就是不想让我和明义在一起。我无语，打住！你们不是真爱吗？什么都不能拆散的。陈偏偏说不过我，只能去看顾明义。没人比他更了解我在公司的重要性了，他不敢再得罪我。顾明义揉着额头，让人事部去挖人才，多下功夫，不能让人卡脖子。人事总监是我的人，自然不配合。就算想配合，就我们刚上市的公司，也挖不到好的。顾明义毫无办法，也不想来求我，便让盛渊这个副总兼技术总监重新弄个新品。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盛渊都受不了他。他嘴上抱怨着，也懒得动了。以前我们仨都很努力，他现在就为了一个女人，我无动于衷。盛渊讪讪道：婉婉，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可现在公司也是你的。我网购的手一顿，笑出声，不蒸馒头争口气。盛渊马上不好意思地笑了，都是我当初的话了，你还记得呀？当然记得。盛渊，我们校友一场，闹到现在，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即便我心无旁骛，帮了这个忙，顾明义也未必能容得下我。盛渊顿时愧疚，真没想到你再在我办公室久待，你估计也危险了。盛渊面色铁青，站起来要走，又返回来，再度坐下。他不再瞒我，告诉我那晚被陈偏偏碰见后，顾明义就试探过他几次。我真想不明白，我们那么多年的情谊，就比不上他一个白月光吗？友情就真的比不上爱情吗？我客观的评价，他是怕你倒向我。盛渊眼底情绪翻涌，最终笑出声，至少你坦坦荡荡，我不挣扎了，陪你一起摆烂吧。我笑了，行，以后一起吃肉，一起喝酒。盛渊彻底倒向我，之前折腾的人也没劲了，领头人都摆烂，那就一起摆，多努力也不过是给顾明义订婚宴上多一片蓝色腰肌。没错，以为能招来人才的顾明义没有推掉订婚宴，继续举行。陈偏偏眼底的得意都快溢出来了，还亲自向我送请帖，让我一定要来。哦，对了，谢谢你的提醒。明义入股我家公司，我家公司也入股他的公司，我们彻底绑定在一起了，恭喜！陈偏偏一拳打在棉花上，郁闷地离开。我则带着财务总监张瑜去找我哥张朝南，我俩一个跟爸姓，一个跟妈姓，分别继承他俩的衣钵，小学都不在一个地方上，一般人还真不知道我俩的关系。我哥混金融，承接了我妈的人脉，混得风生水起。一进门，张瑜便啪叽一口亲上我哥。要不怎么说顾明义眼光毒辣，创业踩在风口，找的人也很不错。他找的财务总监不但出身名校，还有个金融界的男友。他当初看中张瑜，估计也看中了其背景，只可惜他不知道那是我哥。我哥有意考验他，特意让女朋友隐瞒与我的关系，哪知他真不争气。我哥一手搂着女朋友的小蛮腰，你眼光可真差。是，他拿你妹妹当跳板，你帮我教训他。行，我给你拿钱，你自己把他搞下来。我乐呵呵地答应。新品上市受阻，顾明义越发焦虑。隔几天，坊间传闻顾明义无心经营，墙倒众人推。我们在商场上树敌不少，不知是谁找了大 V， 把他曾经和我的亲密照传了出去。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扒出我们之间的关系，炸了！这不是凤凰男吗？给人家暗示，让人家付出人脉，公司上市就把人家踹了。哪里？人家清清白白在人间，小手都没拉过哦，只对人家嘘寒问暖，洁身自好呢。
白月光真厉害，太会摘桃子了。事情闹大，不知谁挖出公司上市前承诺的新品迟迟未上，怀疑公司出现问题。又有人匿名爆料，顾明义和陈翩翩容不下我，但公司好多人，好多资源都是我带来的。公司一时间有了风雨飘摇的味道，股价再次暴跌，订婚宴也办不成了。陈家公司和顾明义深度绑定，也被连累得够呛。陈翩翩怪顾明义拖累他，后者也不甘示弱，他俩吵得很凶，曾经情意绵绵都成了挥向对方的刀，难听的话一刀刀扎在心上，面目可憎。我听得笑出声，爽，真爽！网上滔天巨浪，我在家里岁月静好，上天可能嫌我不够快乐，特意叫人给我唱戏，我就泡个茶的功夫，顾明一手捧玫瑰，站在烈日下求我怜惜。婉婉，我错了，是我瞎了眼。我打断他，然后呢？你打算付出什么代价？顾明义不可置信，你怎么也？我觉得好笑，拍拍手，照出我爸的门徒，一水的小鲜肉，各色各异，瞧见没？满身铜锈味带来的。你没钱，你也不敢接触你那个白月光啊，都是臭，喷点真爱的臭就香了，想得美吧？还有这3年，姑且当本小姐哄着你，现在脏了，不要了。顾明义眼圈都红了，你怎么能侮辱人呢？是你自找的。顾明义无可奈何，他只能接受我收购公司的条件，价格不能再加价，不能。我摊手，你不是不爱钱吗？别让铜锈味沾上你。最终，我以极低价格买下公司，打了个翻身仗，师兄师弟都恭喜我，我有些不好意思。刚刚利用他们大放厥词了，还好他们都不在意。顾明义刚走，陈翩翩又来了，他也是眼圈红红，说我骗他，你根本不想放过我，一切都是你布的局，是不是？我家公司要破产了，他猜的没错，我一早就在布局了，我早知股票下跌，也是故意找人给陈翩翩出主意，让他用自家公司的股份和顾明义公司的深度绑定，之后说服师兄不再给予芯片，新品上市受阻，盛渊遭受刁难，又有他俩的不信任，最后带着全公司摆烂。我坦荡承认，陈翩翩气哭了。你不是说了，新时代女性？喂，你动我男人时，我没怎么样吧？动男人可以，动钱不可以。陈翩翩也一样无力，意图把他家公司卖给我，但我不收，30%的股份就够了。我也不是什么垃圾都要的。再后来，新品重新上市，两家经过联合重组，接受新的投资，一系列操作，重新焕发生机。我分给公司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分红，公司盈利，我们全公司符合条件的人公费旅游。我的几个伙伴说起顾明义和陈翩翩，两人名声臭了，做什么都起不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卖掉公司的钱都不够他们花1年。两人找不到更好的人，只能将就，每天吵架，恶心对方。白月光都变成了米饭粒。我们幸灾乐祸后，举杯相视一笑，为以后，为自己继续奋斗，一夜狂欢。我朝冉冉升起的太阳比了个心，远离渣男，以后一定会更好的。初阳温暖，时光漫长，四季绚烂。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